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江先生别太野》AI 版故事解说。宋南秋和江衍之的婚姻始于3句简单的对话，草率又平淡。宋南秋主动说明自己工作繁忙，常年独居，偏爱安静无扰的生活，随即敲定第2天领证结婚。两人提前达成约定，婚后互不干涉，毫无交集，形同陌路。转眼半年过去，两人的结婚证一直被宋南秋压在床头柜底，落满灰尘。久而久之，她几乎遗忘了自己还有一位法律名义上的丈夫。平日里，宋南秋独自经营着一家小花店，日子清静平淡。这天店里上新了品相绝佳的奥斯汀玫瑰，店员劝她带几束回家装点，宋南秋淡然拒绝，直言家中无人，鲜花摆着也是空置浪费。店员记得当天是宋南秋的生日，好奇询问她为何不与丈夫共度2人生日。宋南秋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默默收下祝福。不久后，闺蜜默默来到花店，送上生日祝福，并询问她的晚间安排。宋南秋表示自己只会回家吃饭休息，简单度过生日。默默觉得太过单调，极力劝说她去酒吧放松，还告知酒吧新到不少男模，氛围热闹。宋南秋以自己已婚为由委婉推脱，可默默满心不解。她和宋南秋相识10余年，从未见过、听过宋南秋丈夫的信息，一直怀疑对方是宋南秋编造出来的幌子。在默默的再三拉扯下，宋南秋最终答应前往酒吧。酒吧内氛围喧闹，众人玩乐尽兴，还有人调侃男模用腹肌开屏的帅气。就在气氛热烈之时，酒吧突发扫黄检查，现场瞬间陷入紧张。宋南秋猝不及防，赫然发现带队执勤的人员正是自己结婚半年从未碰面的丈夫江衍之。这是两人婚后第2次见面，场面极度尴尬窘迫。宋南秋内心慌乱不已，她只是看热闹时不小心碰到男模的腹肌，并无任何出格举动，却在身为治安队队员的江衍之面前百口莫辩。江衍之面色冷峻，依规下令带走相关人员，同时安排下属对接酒吧老板，处理后续工作。默默见状，立刻上前维护宋南秋，急忙向江衍之解释，两人只是正常进店消费娱乐，没有任何违规行为。随后他忍不住吐槽，质疑治安队是否要干涉普通女性的休闲自由。宋南秋连忙制止默默，窘迫地告知他，眼前的执勤人员就是自己素未露面的丈夫江衍之。默默得知真相后大为震惊，瞬间无比尴尬。为了不让宋南秋被牵连问责，他主动揽下所有责任，称今晚来酒吧玩乐都是自己的主意，与宋南秋无关。江衍之看着主动担责的默默，语气冷淡地调侃对方还算敢做敢当。宋南秋不愿闺蜜替自己背锅，主动承认是自己执意要来酒吧。江衍之转头看向他，语气带着冷意，反问身为江太太的她今晚玩的是否尽兴。他随即质问宋南秋，明知当天是自己的生日，却依旧现身酒吧，做出容易引人误会的举动。默默当即替宋南秋打抱不平，直言江衍之是极不称职的丈夫，结婚半年从未陪伴妻子，生日当天不仅毫无陪伴，还以执勤的方式撞见妻子，除了工作抓人，丝毫没有尽过丈夫的责任。宋南秋连忙出声制止，不愿让场面变得更加难堪。江衍之面色淡然，表示夫妻相处，尽职与否是两人的私事，无需外人知会。说完便带着宋南秋离开酒吧返程。路上，他直言要回家履行丈夫的责任。宋南秋慌乱解释，自己并非刻意玩乐，触碰男模只是无心之举。宋南秋疑惑询问江衍之为何会出现在酒吧，江衍之告知是正常执行公务，只是恰巧偶遇了他。宋南秋这才明白，自己这场窘迫的闹剧刚好被执勤的丈夫撞个正着。江衍之随即提起自己因工作常年缺席确实有错，但宋南秋对外宣称自己已经离世的说法着实过分。宋南秋连忙解释，这只是自己的气话。婚后江衍之常年失联，从不露面，身边亲友反复追问丈夫的身份，她无从解释，才无奈说出这番话，并非真心所愿。宋南秋坦言自己不可能逢人就解释，丈夫是治安队队员，婚后半年杳无踪迹，结婚证合照都是拼接而成。江衍之听完后神色严肃，告知两人是合法夫妻，这个事实无法更改，明令禁止他日后在对外散播自己离世的言论。宋南秋看着样貌优越、气质出众的江衍之，暗自觉得有这样的丈夫并不算吃亏。次日，默默发现宋南秋失联整整1天1夜，电话消息全无，担心他被性格冷硬的江衍之欺负，立刻找上门询问情况。宋南秋却表示，江衍之算不上欺负自己，甚至算得上是另类的疼爱。默默十分好奇，追问江衍之在他生日当晚是否准备了礼物。宋南秋告知闺蜜自己收到了礼物，可默默看过之后大为震惊，直言礼物极度敷衍，毫无诚意。她忍不住质问宋南秋，是不是对江衍之动了心，
忘了年少时念念不忘的白月光。宋南秋的思绪瞬间拉回20岁那年，当年他靠勤工俭学攒下积蓄，好不容易拿到留学名额，却恰逢雷国战乱爆发，留学梦彻底破碎。危难之际，有少年护住了他，承诺送他去往安全区，祝愿他岁岁平安，世间无战乱。多年来，宋南秋一直四处寻找对方，却始终杳无音信，早已默认两人此生无缘再见。回过神后，宋南秋坦言当下的生活也算安稳，江衍之样貌、家世、工作都十分出众，唯独性格冷淡寡言，恰好契合自己当初的择偶标准。他本就是随性结婚，早已觉得情爱无关紧要。默默始终不看好这段契约婚姻，直言沉默内敛的男人最让人捉摸不透，极力劝说宋南秋离婚。两人本就无感情基础，毫无牵绊，加上江衍之生日礼物过于敷衍，根本不值得托付。宋南秋却下意识为他辩解，认为对方只是工作繁忙，无暇顾及细节。交谈间，宋南秋突然心生疑虑，担心自己和默默的对话被屋内的江衍之听见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有人敲门，是江衍之安排的工作人员上门送专属生日礼物，称是特意为宋南秋准备的生日惊喜。宋南秋拆开礼物，发现是一枚尺寸刚刚好的钻戒，贴合自己的手指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前几日近距离相处时，江衍之早已悄悄量过他的指围，只是从未声张。一旁的默默见状立刻改口，连连夸赞江衍之细心靠谱，诚意满满。与此同时，花店店员联系宋南秋，告知店里接到99束玫瑰的大额订单，收货地址正是花店，店内人手紧缺，忙乱不堪。宋南秋立刻赶回花店处理工作，店员敏锐察觉他气色红润通透，状态极佳，忍不住开口调侃宋南秋，只让对方专心工作，不要随意打趣。不久后，常年被宋南秋资助的老同学莫川来到花店，他坦言99束玫瑰是自己预定的，原本打算生日当天送出，因临时有事耽搁才推迟至今。他拿出一枚简易戒指，告知宋南秋这只是临时礼物，等自己律师工作稳定，定会送他一枚精致闪耀的钻戒。莫川清楚宋南秋和江衍之是契约婚姻，笃定两人半年后必然离婚。他主动向宋南秋告白，承诺免费为他打离婚官司，祝他顺利脱身。之后希望宋南秋能够嫁给自己。宋南秋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的告白，明确告知两人绝无可能。莫川满心不解，追问他既然不爱江衍之，为何多年来一直资助照顾自己，却始终不肯接受自己的心意。宋南秋坦然解释，多年资助只是出于同学情谊，当年见他在家中不受重视，生活艰难，心生恻隐才出手相助，从无男女私情。莫川依旧固执己见，认为宋南秋是介意自己未来离异的身份，刻意推脱，直言自己完全不会在意。宋南秋不愿过多纠缠，直接转身离去。店员看着莫川的背影，忍不住吐槽他只会画大饼，用简易戒指追求他人，敷衍又离谱。宋南秋对此十分淡然，直言虚有其表的口头承诺毫无意义，自己更偏爱实打实的真心与付出。随后，店员和宋南秋聊起她的婆婆，纷纷羡慕婆婆温柔体贴，时常做饭煲汤送到家中。店员好奇询问婆婆的职业，为何总能抽空照顾她。宋南秋告知店员，婆婆是医院心外科主任，工作十分繁忙，却依旧常年挂念照顾自己。当店员问及公公时，宋南秋神色平静地表示，公公早已离世。在店员的歉意中，他缓缓道出江衍之的家世。江家3代扎根治安一线，爷爷和父亲都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，如今家中只剩江衍之和妹妹江梦怡相依为命。此时，江衍之的母亲打来电话，得知儿子结束半年外地执勤归来，叮嘱他趁着归家补办和宋南秋的婚礼，给妻子一个完整的名分和仪式。江衍之挂断电话后，轻声询问宋南秋是否愿意补办婚礼。宋南秋猝不及防，带着几分迟疑，小声询问两人是否真的可以补办婚礼。之后，宋南秋为江衍之准备了面包，询问口感如何。江衍之夸赞味道不错，还示意宋南秋一同品尝。近距离相处的氛围里，宋南秋心跳骤然加速，清晰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，笃定江衍之也察觉到了自己的慌乱。气氛正好之时，江衍之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他让宋南秋帮忙拿手机。宋南秋看到来电是女性头像，心生好奇，想要询问，却被江衍之淡淡制止。他直言不必多问，知道的越多，两人之间勉强维持的平衡就越容易破碎。随后他没有接电话，直接起身前往浴室。独自留守的宋南秋满心疑惑，暗自猜测来电者是江衍之的前女友。可他很快自嘲释怀，两人只是契约婚姻的陌生室友，本无感情，自己根本没有吃醋的资格。
他归结为近日琐事太多，身心疲惫，才产生这般荒谬的情绪，不再多想，准备休息。第二天，宋南秋主动邀约江衍之晚上一同看新上映的电影，江衍之坦然应允。白天值守花店时，宋南秋想为江衍之准备一份专属花束，店员先后推荐经典红玫瑰、寓意唯一的蓝色妖姬，都被他嫌弃俗气普通，毫无新意。店员随即为他定制新款混搭花束，并起廉价包装，采用哑光丝绒纸搭配满天星点缀，精致简约，不落俗套。宋南秋这才满意。因店内人手不足，宋南秋需要亲自外出送订单鲜花，结束后再赴观影之约。他再三叮嘱店员准时送达预留订单，不得延误。送花途中，宋南秋意外撞见昨日在自家花店买花的女孩，对方口中要赠送鲜花的男朋友，赫然就是江衍之。宋南秋瞬间愣在原地，心绪纷乱。紧随而来的默默看到这一幕，误以为江衍之背着宋南秋暧昧私会，当即冲动的上前理论。宋南秋连忙拦住默默，可默默已经当众怒斥江衍之脚踏两条船，毫无底线。对面的女孩十分不满，反对两人无故打扰自己和男友约会，还指责宋南秋是介入他人感情的第三者。双方争执不休，场面愈发混乱。江衍之立刻出声制止纷争，对着女孩沉声表明自己早已结婚，和他只有兄妹情谊，从未是男女朋友，严禁他在胡乱攀扯，散播不实言论。随后他主动向默默致歉，为这场误会买单。默默怒气难消，不愿接受道歉，直接拉着宋南秋转身离开。离开后，默默劝说宋南秋放弃观影，不必为不值得的人难过内耗。但宋南秋觉得电影票已买，浪费可惜，执意照常赴约。看似平静的宋南秋，内心早已波澜四起。他不断反问自己，明明是半年后就会结束的契约婚姻，自己为何会如此介意江衍之的举动？可转念一想，江衍之终究是自己名义上的丈夫，当众与其他异性亲密相处，还险些误伤自己的好友，毫无丈夫的分寸与责任感，让他满心失落。观影途中，许久未联系的母亲突然致电宋南秋，告知好友王叔叔的女儿过18岁生日，希望他和江衍之一同赴宴，热闹相聚。宋南秋以花店工作繁忙为由直接拒绝，母亲对此十分不满，数落他的小花店算不上忙碌，还刻意贬低江衍之，直言他毫无本事，婚后无法给宋南秋任何帮扶。宋南秋听着母亲刻薄功利的指责，心中一片寒凉，暗自感慨这位半年前改嫁，对自己不管不顾的母亲，如今却随意干涉，评判自己的生活。挂断电话后，宋南秋继续观影。期间，他接到新的鲜花订单，收货地址正是王叔叔家。抵达现场送花时，过生日的女孩抱怨他姗姗来迟，还坦言自己特意订花，就是想让宋南秋前来参加生日宴。宋南秋本就无心参与聚会，送完花便打算离开。女孩见状瞬间变脸，阴阳怪气嘲讽他次次推脱家庭聚会，还恶意揣测他是嫌弃父亲的殡仪馆工作晦气，刻意疏远家人。这番恶意诋毁彻底惹怒宋南秋，他严肃反驳：父亲凭本事踏实工作，送别逝者，慰藉家属，是积德行善的正当职业，堂堂正正，无愧于心，根本谈不上晦气，无人有权轻视。女孩被反驳的恼羞成怒，立刻恶人先告状，对着宋南秋的母亲哭诉，谎称宋南秋不仅不肯赴宴，还动手打自己。母亲不分青红皂白，当众训斥宋南秋不懂事，心胸狭隘，直言他和父亲一样，满心阴暗，只会毁掉自己的新生活。母亲的偏心与苛责让宋南秋彻底心寒，他忍不住质问母亲，是不是打心底里嫌弃父亲的职业，嫌弃自己，所以当年才会毅然抛弃家庭，改嫁他人。母亲被戳中心事，恼羞成怒，厉声呵斥宋南秋目无长辈，态度不敬。就在母女二人争执僵持之际，江衍之突然现身，在场众人都十分意外，没想到普通的花店老板娘宋南秋竟有如此优秀体面的丈夫。江衍之无视众人打量，径直走到宋南秋身前，坚定护在他身前。江衍之坦言自己心胸狭隘，见不得自己的妻子被人恶意诋毁、羞辱受委屈，今日之事绝不会轻易作罢。王叔叔连忙出面打圆场，表示会严加管教女儿，希望江衍之不要计较。江衍之明确表示，这样轻飘飘的和解远远不够。他严肃告知过生日的女孩，作为成年人，肆意侮辱他人职业，诋毁他人家人，已经构成诽谤，触碰底线。对方以一时冲动为由辩解，江衍之却直言，情绪不能成为践踏他人尊严、恶意伤人的借口。在江衍之的强硬态度下，女孩被迫道歉，但态度敷衍，毫无诚意。宋南秋当即表示不予接受，江衍之也坦言虚假的道歉毫无价值，无法弥补宋南秋受到的伤害。随后，
他对着宋南秋的母亲清晰划清边界。江衍之表示，宋南秋母亲的生活与选择，自己无权干涉，但宋南秋是他的合法妻子，护妻是自己的本分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作践，伤害她。既然对方始终无法接纳善待女儿，便不要再以母亲的身份肆意伤害，彼此保留最后体面，保持距离即可。宋南秋的母亲满心委屈，怒斥江衍之外人插手自家家事，指责宋南秋胳膊肘往外拐，纵容外人顶撞自己。宋南秋早已看透母亲的自私偏心，淡然表示母亲如今生活安稳幸福，有没有自己这个女儿都毫无影响，不必强行维系母女关系，互相添堵。他真心祝愿母亲往后顺遂，不必再操心自己的生活。随后，江衍之拿出订花费用明细，将钱款全额退还，直言鲜花是美好之物，不容人怀揣肮脏心思，用来算计伤害他人。在场众人尽数看明白前因后果，暗自感慨宋南秋嫁得极好。江衍之三观正直，护妻心切，是难得的良人。离开王家后，宋南秋依旧心绪低落。江衍之温柔拉住他，耐心询问他为何独自前来受委屈，不告知自己。他认真告诉宋南秋，自己是他最亲近的合法丈夫，无论喜怒哀乐、委屈难处，都可以第一时间告知自己。压抑许久的宋南秋终于情绪爆发，轻声询问江衍之，世间是否真的存在全然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？江衍之坦然回应，世上确实有不负责任的父母，并非人人天生懂得为人父母，疼爱子女。宋南秋满心酸涩，追问既然不爱，为何要将孩子带到世间承受苦难？江衍之温柔安抚，部分父母只是未曾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，并非刻意伤害。他郑重告知宋南秋，母亲的冷漠与偏心是他母亲一生的遗憾，从来都不是宋南秋的过错，不必自我否定、自我内耗。无论何时，总会有人坚定站在他身后守护他。宋南秋动容不已，轻声追问他的守护是出于丈夫的责任，还是单纯怜悯自己。他低声坦言，自己早已无家可归，孤身一人，无处可依。面对宋南秋的不安，江衍之直接告知他，两人居住的房子为全款购置，房产证上仅有宋南秋一人的名字，同时将银行卡密码告知他。他温柔承诺，往后但凡受了委屈，房产和存款都是他最坚实的退路与底气。这一刻，常年漂泊孤独的宋南秋，在这场随意缔结的契约婚姻里，找到了专属的归宿与港湾，第一次对江衍之、对这段婚姻生出了真切的心动。即便内心动容，他依旧嘴硬，表示不会因为这些补偿，就轻易原谅江衍之过往的缺席与疏忽。随后，宋南秋再次提起送花女孩的事，质问江衍之与对方的关系。江衍之极力解释只是普通亲友，宋南秋却满心芥蒂，调侃他的说辞和影视剧出轨者的借口别无二致，还直接追问他是身体还是精神从未越界。江衍之郑重承诺自己身心从未背叛婚姻与他，可宋南秋依旧心存疑虑，直言若是他觉得这段婚姻是错误，想要提前解约，只需开口即可，自己可以无条件归还房产、银行卡，毫无牵绊的抽身离开。江衍之看着态度疏离，随时准备抽身的宋南秋，满心无奈。他终于知晓，当初无意间听到的那句结婚随意，爱意无关紧要，一直被宋南秋铭记在心，也是他对待这段婚姻的核心态度。江衍之满心酸涩地询问宋南秋，是否至今忘不掉年少时的白月光。当初相亲结缘，他以为宋南秋早已放下过往，如今才明白，那个人始终占据他的心底，自己不过是他将就凑合的结婚对象。他暗自纠结，自己究竟是气他不爱自己，还是气旁人常年占据他的内心。两人僵持之际，莫川带着母亲来到花店。莫川主动向母亲介绍，宋南秋是自己心仪的女生。莫川母亲看着简陋的小花店，满脸嫌弃，直言小店盈利微薄，配不上自己名牌大学、前途光明的儿子。他态度傲慢无礼，随意使唤宋南秋，要求他以儿媳的身份给自己倒茶待客。宋南秋态度冷淡，明确告知对方自己早已结婚，有专属婆婆，无需遵从对方的规矩，更不会刻意讨好。莫川连忙打圆场，说明此次前来是有事相求。他坦言自己的单身公寓狭小，母亲从乡下前来投奔，无处居住。听闻宋南秋有一套大4居，希望能让自己母亲暂住一段时间。宋南秋当即拒绝，莫川却早已打探清楚房屋详情，深知房子宽敞充足，采光绝佳，根本不存在住不下的情况。他顺势劝说宋南秋好好表现，自己母亲定会接纳他，两人未来仍有机会在一起。莫川的母亲更是居高临下说教，称自家儿子是村里唯一的名牌大学生，前途无量。宋南秋能攀上自家是莫大的福气，劝他关掉花店，专心伺候自己和儿子。莫川随即施压，
直言宋南秋多年来一直依靠自己的资助生活开店，若是不肯帮忙，自己会立刻终止所有资助，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生活压力，还放话让他好好斟酌，日后后悔也不会心软帮忙。面对母子二人的道德绑架与逼迫，宋南秋态度坚决，最后一次明确告知莫川，两人绝无可能，让他带着母亲立刻离开，不要再无理纠缠。这场闹剧结束后，江衍之联系宋南秋，询问他的下班时间。宋南秋告知今日订单稀少，傍晚5点半即可下班。江衍之随即邀约他晚上回家吃饭，是母亲的安排。宋南秋欣然应允。前往江家的路上，宋南秋满心温暖。她从未或人提及婆婆偏爱百合与香槟玫瑰，可婆婆却默默记在心里多年，始终真心善待自己。这也让她彻底明白婆婆偏爱自己的缘由。抵达江家后，婆婆热情迎接两人，不停夸赞宋南秋贴心细心，懂得记人喜好，比粗心的儿子靠谱暖心。饭后闲暇，江衍之终于解开了宋南秋所有的疑惑。他带着宋南秋来到书房，拿出照片资料，详细解释了送花女孩的身份。女孩名叫林安，是他已故恩师林队的女儿，也是警校同窗林磊的妹妹。3年前，林队和儿子林磊在联合抓捕任务中壮烈牺牲，恩师临终前嘱托江衍之帮忙尚且年幼的女儿林安。这几年，他与林安保持联系，只是为了完成恩师遗愿，尽长辈责任，毫无半点男女私情。那日林安联系他，只是告知自己学成归来，想要登门叙旧。那束告白鲜花是林安私自购买，刻意谎称送给男友。江衍之对此毫不知情，更从未与林安有过任何暧昧越界的举动。他郑重向宋南秋保证，自己心中从未有过旁人，对林安只有亲友责任。所有误会彻底解开后，江衍之轻声询问宋南秋是否还想离婚。宋南秋沉默不语，心绪繁杂。江衍之缓缓吐露心声，婚后半年，宋南秋从不过问他的归期，从不干涉他的生活。他起初觉得省心，如今才彻底明白，这份省心的本质是不爱带来的全然不在意与疏离。他坦诚自己从未想过结束这段婚姻，从没有离婚的念头。可看着始终无法敞开心扉，心底藏着旁人的宋南秋，他满心茫然，不知该如何拉近两人的距离，只能默默守护，一点点融化他心中的坚冰，等待他放下过往，真正接纳自己与这段婚姻。